怀庆长公主，为皇后所生，高贵优雅，清丽脱俗，眉眼生的艳丽，神情却如霜雪皎皎清冷，在冷艳中透露出一股威严，就像一世独立的雪莲。作为皇女们通常会学女红，可怀庆却完全不同，她和魏渊学下棋，成为她的半个弟子，和张慎学兵法，更和陈太学治国，博学多才，对圣人经典倒背如流，文章策论更是一流。在18岁的时候，皇上就特许他参加翰林院的编书工作。怀庆更是想重新编写前朝史书，惹来群臣抗议，再加上皇上本身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便将此事压了下去。怀庆是当之无愧的女强人，有魄力，有手腕，更是会演识珠。他见许七安断案入神，把他推荐给了魏渊，将许七安拉上一条快速成长之路。正是因为他的出色表现，被邀请为天地会成员，拥有地书碎片，和各位成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以后称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时光从来都不会亏待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你只管努力，时间会给你答案。可在坚强的人心中，有时候也会意难平。君在心安，共怀天下。当天下太平，大臣们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以怀庆是女子为由，让她立哥哥的孩子为太子。再一次被大臣们逼迫立储君后，怀庆心情低落到了极点。这世上他看中的只有一人，就是许七安。想起他，怀庆心里充满了意难平。明明是怀庆先发现许七安这颗奇才，开始启用，一直在暗地里帮助他，让他从平平无奇的小捕快成长为武神。凭什么嫁给他的是妹妹临安，陪他游历九州的是木南枝，陪他患难与共的是骆玉衡，而只有自己守在这方寸之地，守护这大凤的一切。为石磨我爱的人，大家都和我争。怀庆邀请许七安共饮，借着酒劲说出了心中的意难平。酒过3巡，醉酒的怀庆帝躺在了许七安的怀内，也许只要此时，她才是一个柔弱的小女孩。在孤独的生命旅途中，许七安成了怀庆的知己，也成了必不可少的依靠。因为有许七安的存在，怀庆的生活多了一些暖意。也许会有一天，怀庆会和许七安一起去游历，看看他管辖下的大好河山。讲真的，许七安娶临安为妻而没有娶怀庆，我真的有点意难平。不过我也理解，如果娶了怀庆，许七安鱼塘里的鱼就会遭殃。许七安的鱼太多了，有怀庆、国师、花神、李妙珍、福香、狐狸国主、采薇等一大堆，所以也就是怀了。为什么说怀庆是迫不及待想与他双修呢？因为许七安那时正带着古族首领先行前往雷州抵御佛陀的路上，而怀庆恰在此时传书给他。他说：许七安，你觉得自己现在要做的是什么？许七安，陛下的意思是，怀庆，神书与佛陀只是对峙边境，尚未开战，况且朕已经把雷楚24郡的百姓迁往中原腹地，即便打起来，神书也有边战连退的余地。古神已经挣脱封印，战场瞬息万变，莫时间容你拖沓。你要做的就是凝聚气运，做好晋升武神的准备。你知道这2句话的意思吗？许七安妙懂，字虽多，但翻来覆去就只有2个字：双修，双修，双修。许七安秒懂后，回复了一句：马上回。收到许七安的回复后，怀庆马上在皇宫洗白白的等他了。其实怀庆之所以要跟许七安双修，除了出于对大凤王朝未来的考虑外，我觉得更多的是个人感情。怀庆登基后，平静的日子没有过多久，就迎来了大劫。此劫若能平定，则四海安康；若不能，则大凤亡矣。为了挽救大凤，各有职责。许七安负责出海打2个大怪物大荒与古神，就兼政。但这边巫神挣脱封印，中原守备空虚，大凤危。其实从古至今，仗打来打去，就是争土地与资源。大凤就是大肥肉，佛门想争，巫族想争，古族也想争，荒也想争，谁都想分一杯羹。许七安已在海外直面2位超品，自身难保。大凤已无人能敌巫神，故而怀庆做好了以身殉国的准备。他给许七安留了一封绝笔信，看了让人潸然泪下。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千回百转，百转千回，提笔只觉千斤重。宁燕，生我者不喜我，宗族亦增我道行逆施，女子称帝。然朕平生无愧祖宗和天地，光明磊落。思来想去，心中之事只愿与你诉说。我苦修武道，
苦读圣贤书，只因年幼时听太傅说了一句女子无才便是德，心里不服。谁说女子不如男的？我偏要成为名震京城的才女，好向世人证明天下男儿皆粪土。渐渐年长，少时意气消磨，虽满腹经纶，奈何女子之身牢牢束缚住我。遇见你前，我时常想，再过几年便嫁人了。后来对卿渐生仰慕，不可自拔，岂料被临安捷足先登。我倔强地告诉自己，我要的是一生一世一双人，绝不与他共侍一夫。但现在我只想说一声，你我虽无夫妻之名，却有夫妻之实。此生已无憾事。巫神出世，九州危在旦夕，大奉生死存亡之际，朕身为一国之君，必须承担责任。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理当如此。这天下，我与你共担。待君平定大捷，四海安康，春季勿忘告知，无意含笑九泉。这是怀庆绝笔，真的没有想到，傲娇的怀庆竟如此爱许七安。虽然那时大凤王朝面临着超品强者的威胁，国家气运岌岌可危，为了应对这一危机，怀庆决定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以及许七安的潜力，共同凝聚国家气运，成就其武神之境。他知道，只要许七安成为了武神，就有足够的实力保护大凤王朝免受超品强者的侵扰。他选择与许七安双修，就是为了将皇朝龙气度给许七安，助他晋升武神之境。但后来他的绝笔信证明，他绝非单纯的为了大凤王朝，更多的是他对许七安有着不为人知的深厚感情。这一点在他打算殉国之前写给许七安的绝笔信中深有体会。他从小到大就要强，满腹心事无人诉说。正如他自己所讲，生我者不喜我，朝堂诸公又因为她是女人称帝，对他多有怨言。因为性格的原因，可想而知，他没有朋友，没有闺蜜，有什么事都是自己一个人独自承担。他喜欢许七安也不敢宣之于口，正是因为他傲娇的性格，导致他迟了临安一步，所以他又后悔又生气。但一切都迟了，就算他后来登基做了皇帝，想解除临安与许七安的婚约也办不到，因为许七安不愿意。后来他只能把这些气撒在临安的母亲身上。许七安虽然知道怀庆与他双修是想把所有气运给他，成就他能成为武神，但他不知道的是，怀庆与他双修更多的是想与他有夫妻之实。其实怀庆之所以说与许七安有夫妻之实，是因为他与许七安双修，把气运都给他了。我之前一直说不喜欢临安，就因为他真的是傻白甜，他活在他的小世界里，外界的事他一无所知，他分担不了许七安的任何重担，但却做了许七安的发妻。纵观许七安身边的女人，不管是骆玉衡、木南枝、九尾狐、福香、怀庆、李妙珍，哪个不为国家出一分力？只有她没有，所以真的有点意难平。怀庆准备殉国前，把这封信交给了楚元稹，托他交给许七安。没想到他正准备赴死时，赵守院长替他抛头颅洒热血了。最后赵守殉国，怀庆活了下来。当然，许七安最后成为武神，打败了荒与古神，又打败了佛门与巫神，开创了大凤从未有过的太平盛世。但怀庆写的那封绝笔信，楚元稹没有交给许七安，却被李灵素偷看去了。当他看到怀庆说你我虽无夫妻之名，却有夫妻之实时，他的神色就变得愤怒不甘，大骂许七安。他是真的没有想到，一国之君竟与许宁燕有一腿，他疯狂的妒忌了。怀庆也没有想到李灵素会做出这种偷窥他人信件这种无羞无臊的事情来吧，因为他那封绝笔信最终也未能交到他手上。李元稹打算交回给怀庆，以他那傲娇的性格，许七安是看不到了。所以对于怀庆的那句你我虽无夫妻之名，但却有夫妻之实，此生已无憾事，他是至死都不知道了。